花旗银行到底值不值得飞一趟去开呢？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已经到了美国，它是最值得花那1小时去办的资产配置。开 Citi 的核心逻辑不在于它好不好，而在于它让你真正进入美国本土金融体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， 专注于为全球华人提供资产配置、税务优化和身份规划的深度资讯。很多人问我 ，Sean， 现在远程开户这么火，我还有必要专门飞一趟美国去开花旗 Citibank 吗？现在的离岸金融环境大家也看到了，香港、新加坡甚至瑞士风控说收紧就收紧。如果你想要一个真正底层稳固、不折腾，还能够作为全球资产锚点的账户，花旗美国绝对是绕不开的王牌。今天我不聊那些官宣数据，直接带你沉浸式的拆解美国花旗线下开户的真实门槛，它和华美 East West Bank 到底差在哪儿，以及那几个能够让你直接被拉黑的隐形大坑。建议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Let's get into it。1、安全性。首先，咱不打诳语 ，Citibank 是什么地位？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，用美国人的话说就叫做 too big to fail。首先，花旗银行和大家熟悉的华美银行一样，每个账户享有25万美金的 FDIC 存款保险。其次是 CRS 免疫，这一点绝对是大家的定心丸。美国没有加入 CRS， 这意味着非美国税务居民的账户信息不会自动交换回母国。对于重视隐私和资产合规隔离的朋友，这一点绝对是刚需。用一句话总结，花旗银行完全是全球金融的定海神针。因此，在安全性方面，我给它5星满分。2、实用性。很多人开户是为了投美股收美元，但 Citi 能给你的远不止这些。花旗能够提供 Zelle 秒转、ACH 自动扣款、Wire 国际电汇、实用的借记卡以及一线的信用卡等等全功能的体验，可直接对接嘉信理财、第一证券等等美国本土券商。此外 ，Citi 不像是华美银行 East West Bank 那样的华人背景的区域银行，全美所有的大中城市基本都有 Citi 的分行以及 ATM 和网点。当然 ，Citi 开户 KYC 材料要求可是出名的严格，除了护照、美签，还要合格的地址证明、稳定的联系方式。为什么美国华美可以视频，而花旗必须面谈呢？说白了就是风控更严格的表现。你需要当面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美国的银行账户，是否会长期使用，是否合理的用途。一旦你逻辑清晰，表达自信，结果通常就是当场下户。卡片可邮寄到你全球范围内的指定地址。刚刚讨论的都是个人开户，要知道花旗银行还能够接受美国公司以及世界各地公司企业开户，当然这个审核标准就属于 case by case 级别了。一句话总结，花旗是美国金融体系的亲儿子，绝不是外路人。它不是好开，而是开了真香。在实用性方面，我给 Citi 4颗星。3、经济性。谈钱不伤感情，我们先算笔账。花旗银行根据不同账户的类型，月管理费大致在$5到$30之间。从我们过去1年的实际开户经验来看，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选择月费在$5到$15区间的账户类型。当然，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，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，绝大多数的账户都是可以免月度管理费的。常见的免除方式包括保持最低的账户余额，或者完成 direct deposit， 也就是工资或者入账。所以，对于大部分正常使用的朋友来说，实际成本往往可以做到接近于0。再说大家最关心的国际汇款手续费，通常在$25到$45之间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最终扣费还是会受到中转行和收款行费用的影响。一句话总结，花旗银行的费用结构不算最低，但在美国主流银行中属于合理区间，只要使用得当，完全可以控制在较低成本。因此，在经济性方面，我给花旗银行同样4颗星。4、避坑指南。接下来是开办 Citi 过程中最容易踩的3大坑，各位划重点了。以下内容都是基于我们过往的实际案例的经验总结。第一坑，迷信远程开户的神话。如果有人告诉你可以100%远程开户花旗银行，甚至不需要本人露面，那你一定要警惕了。在当前美国银行合规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，这类操作往往存在合规风险。一旦被银行复核或者倒查，账户可能被关闭，甚至可能被银行内部风险系统标记。后面再想在美国任何银行开户，难度都会明显增加。
第二坑低估了地址证明的要求。花旗银行对地址证明的要求近乎严苛，不是随便一张账单就能够蒙混过关的。格式不对、翻译不规范或者时效性差了那么几天，都会导致你直接被拒。在银行眼里，地址证明本质上是在验证你的真实身份与居住关系。第三坑 KYC 逻辑前后不一致。这是最可惜的死法。很多人开户时嘴上说是为了美股投资，账户开好后却频繁接收来自东南亚、非洲或者高风险地区的资金。这种说法与做法的背离会立刻触发风控警报。记住，一旦在花旗银行留下不良记录，你以后再想进入美国金融体系，难度会呈几何倍数增加。总的来说，花旗银行有边界、有红线，但只要你摸清了它的底层逻辑，整个过程其实可以非常的顺滑。花旗银行到底值不值得飞一趟去开呢？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已经到了美国，它是最值得花那1小时去办的资产配置。开 Citi 的核心逻辑不在于它好不好，而在于它让你真正进入美国本土金融体系。当香港、新加坡、瑞士的政策都在加速收紧时，拥有一个稳定合规的美国大行账户，本质上是在为你的全球资产配置增加一层底层保障。但你要记住一点，银行的政策窗口期是不会提前通知你的。现在能办，不代表6个月后还能办。如果你还在纠结美国银行开户的路径怎么选 ，Citi、华美、Wise 还是 Mercury 不同场景怎么搭配，如何搭建一套真正合规、可持续的资金架构，都欢迎私信我们全球人团队，我们会根据你的身份背景、资产结构，帮你设计一套最稳健的全球开户方案。盛强在动荡时代为全球华人重建避险资产与身份结构。我是尚，关注我，让你全球都有人。